好，这节课我们来教大家的是泡泡的画法啊。泡泡的话呢，经常会作为我在做水母啦、鱼尾啦这样的款式的时候，里面去做一个配款去用啊。但是泡泡的话呢，有这样几种画法。一共我把它归类为目前是3种啊。那我们会在这节课程当中给大家归类这3种泡泡的一个技法啊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先来给它打一个底啊。这个底的话，我们就用这个啊，正好作为我们前2天教大家的这个同款的水母，可以当成它的配款去做啊。这个。来打底色的话，我们首先的话，老师忽略掉了底胶这个部分啊，我就不去上底胶了，我们直接涂底色，还是一个透透的白色，清透一点哈。可以是这样整个涂一下，然后要偏透一点的这种透白啊，然后去照一下灯，照个30秒钟。好，照好灯以后，我们来涂个磨砂封层。照灯。我们打开晕染盘啊，这3个颜色我还有所保留，这样的一个蓝色的，用绿加这个蓝啊。可能再加了一点点这个蓝色调出来的，然后这个绿的话就直接是这种绿加一点点蓝色调出来的哈。我们可以给大家稍微再调一下啊，比如说看这个绿啊，这个绿加蓝，蓝调多一点的话，它颜色就会偏蓝一点。它是这样的。好，干了之后就是这样的颜色了啊，然后再一个这个绿，然后直接加这个颜色，你想要变浅也可以加一点这个，不想要变浅的话就不用加。然后再加一点什么？再加一点这个，哎呀，加多了。这样的颜色啊，它们仨。然后这个紫的话，就是这个紫加那个灰黑，把笔洗干净了啊，洗干净咱们再换色，让它在我笔毛当中就容易混色。加这个，然后加一点点灰黑，根据比例不同，它的颜色会有一点区别啊。灰黑不用加太多。OK， 就这3个颜色哈。我们先来蘸一下这个小青绿色，笔上是因为稍微有一点点水分，就没再去蘸水啊。先来这个方向来一点点，把这个颜色给它打开。这个我们就差不多就行啊，我把重点要放在教大家泡泡上面。好，换颜色，换成绿的。先把笔洗干净啊，一点点水，掺一点点绿。一点点紫色，铺开的面积可以说它还是3角形布局啊。看这样3个颜色嘛，永远不会出错的一个配色方法啊。
就这样就行啊，基本上可以了啊，不用加太狠。然后背景里面加一点点小珠光，珠光的话呢，浸满水在这个里面，然后的话，你看它这个会迅速的会融进去啊。这个时候我们戳几下，它这个笔上就比较干啊。这个时候戳进来的那个闪星，我们再到旁边戳几下，让它水分往下渗一渗啊。然后趁着还上面有小珠光，然后比较碎啊，在旁边的位置轻轻这样蹭一蹭在上面哈，看啊，这样就有点像很星星点点的这种很碎的一个效果啊。这边绿色明显稍微多一点，所以它没完全干透呢，那就不要碰它，不要管。然后这个时候多蘸一点点啊，在旁边，因为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地方。刚刚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次，这个水分它都渗下去了。如果你再来一点水，它会渗进去的效果非常快，因为它刚有水分渗进去，你再来一点水分，它也是吸收的很快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想多揉一点珠光色的话，你一定要在旁边这个位置去揉啊。咱家这个珠光它就是渗水效果就是非常快速的。好啊，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来一点点什么细细的小线条，给它勾勒一下下。不要太多啊，因为到时候会影响那个效果。轻轻的笔尖去勾动，如果你发现你不管怎么样勾出来的线条它都有点粗的情况下，有可能是水分多了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到根部的位置稍微吸一下。行了，就这样就可以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去隔断一层磨砂封层画泡泡。泡泡3种画法，第一种我们先教大家最简单的啊，这个的话就是用白色，白色的话也是永远一个很经典不会出错的颜色，并且是在所有的泡泡当中，它是比较梦幻的一个啊，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的哈。首先的话呢，就是先隔断磨砂封层之后，我们再来画啊。前面不要包边，好，照灯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先去把这个白色给它先揉出来啊，揉在那个调色盘当中。白色的话一定要可以提前多备一点啊。这个里面我有这个白色，那当然我没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就是揉一些。这个1/2的水分啊，沾1/2的水分，然后多揉一会儿。这时候它颜色比较纯，而且比较重，颜色比较实一点。哎呀，站这儿吧。剩下的再洗掉。然后颜色比较浓的这一点，我们先放在这儿啊，等它稍微干一干，它这个时候里面会有这个水分。那你可以稍微先吸一点点进来，把笔上的水分吸走之后，然后直接吸一点点进来。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，它这个白色现在在指甲上的一个效果，应该来说是比较偏实一点点的啊，这种效果哈。旁边这个地方不要有水分啊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画了啊。在甲面上面。去画出来一个圆形，画圆的时候啊，尽可能的让它圆一点。你可以不要就是这样直接画上来，就是右边一半，然后左边一半，这样给它圈一个圈儿，对吧？就直接是这样一个圆就可以啊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第一种画法，给它画完这个圈之后啊，咱们可以找另外一支干净的笔啊，洗干净笔之后，你在纸巾上面蘸1下，蘸2下，2下之后的话呢，它会吸走掉一部分的水分，但是笔尖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水分的，它会比较少啊，就利用这一个比较少的一点点的这个量。
然后我们在这个圆圈当中去洗一下，把这个颜色往这个圆圈中心点去揉，这样转圈转圈，不要让它碰到外面的位置啊，整个圆圈外面的位置，这个是要有所保留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瑕疵啊，我们可以稍微这样赶一赶啊，这样的笔尖这样朝在这个位置，稍微可以变换一下它的大小，这样去赶一下它。这个效果看吧。然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时候的泡泡不够透，它有点太白，那很简单啊，再洗一下笔，再到纸巾上吸一下，吸2下，2下足够了啊。然后再到中间来做一下刚才这个动作，就整个我们再去给它洗一下，然后还是不要碰到外面的这一圈，来这样给它赶一下，给它往下去赶。可以都给它聚拢到一个位置，就是泡泡吧，它会有这个圆圈里面啊，它虽然是透的，但是有偏白一点的地方，也有偏透一点的地方，就是在干了之后，我们这一点不是特别明显，但是你看在做的时候，我是把中间这个颜色都赶到这个位置上来的，所以这个位置就会偏白一点，这个位置就会偏透一点，看到吗？这个就很有那种泡泡的那个感觉啊，就是它透明度有了。当我们要想体验一个，想把一个物体体现的特别透明度特别高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当初画那个水母上面，对吧？它有一个小玻璃的那个感觉，不就是吗？有一边是偏白一点的，一边是偏透一点的，然后把这个白的往这儿赶，右下角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啊，中间有水痕就给它这样抹一抹。给它往旁边就这样抹开，对吧？这边往这边去赶，抹开，抹到最终的话都是往这个地方来聚拢啊，收笔都在这儿，是不是？看这个感觉就很明显，它就是一个泡泡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再去点缀高光，高光的话呢，就是沾一点点水啊，然后这个时候笔上有颜料的话，你就可以笔尖再沾一点点水，然后再轻轻点一点颜料，它这个时候笔上就颜色会比较实一点啊，偏实一点之后，可以在这个侧面的位置啊，这边不是偏白一点吗？你可以在它斜对角的这个位置上画一个小半圆的形状。如果说你要用水彩掌握不好这种线条啊，我们可以选择用白色彩绘胶去画高光。这样的一个形状，这不就是一个小泡泡吗？对吧？洗一下笔啊。因为大家有的时候直接到这个里面来画，总是怕画错啊，画的太宽，或者说这个画的不好看，形状不满意，想改，但是你这个时候泡泡已经形成了，对吧？你要是觉得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说用彩绘胶去点缀它这个高光啊，也就是说水彩操作完毕以后，我们用底胶包裹完水彩之后，然后用那个彩绘胶去画。那这个就是第一种泡泡的画法啊，我们先来教大家第二种。第二种的话呢，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七彩的泡泡，七彩的泡泡打底跟我们刚才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也就是说再画一遍这个白色泡泡，在这个位置上吧。我们在整甲面画泡泡的时候的话呢，要大小不匀等啊，不均等，有的大一点，有的小一点，然后让这个泡泡外缘白一点啊。我这个泡泡要画的比刚才大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笔尖，因为它这个笔尖是偏尖一点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在画上去的时候，很可能你的笔尖稍微往外推一点，它就会带出来一个小尾巴出来，所以就是会容易让它参差不齐，对吧？所以说有的时候放平去画就很容易像多出来这样一块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稍微把笔抬起来一点点去画，这样。
这样就是出错的概率会小一点啊。这个大的泡泡哈，这么大，大家应该能够那个啥了。我再把这个泡泡往外扩张一点，这样一个大大的泡泡，好大呀这个，来啊，洗一下笔。洗下笔，如果说不小心边缘还是做错了怎么办呢？就是说多出来这一块哈，洗一下笔之后，在纸巾上把水分吸走啊，还是吸两下，这个时候保持。然后如果吸的太干的话，它有可能就那个蹭不下去了，所以说吸两下，就让它笔上还是有一点点水分在的。你看边缘这样轻轻赶一下，然后还是顺过来啊，然后还是沾一下。看这个边缘稍微应该补一点点啊，就一点点，然后在中间这样转圈圈，大一点的就比较好操作，这样的话你们也能看得更清晰，对不对？它透明感就很强。看这样，好吧。然后我们可以干嘛呢？让它底下这个位置偏透一点，然后上面这个位置偏白一点。不用所有的泡泡、高光啥的都画在一个位置啊，可以稍微错开一点点去画。有的高光画在右上角，有的画在左上角，有的画在偏下，有的画在偏上，对不对？这样的啊，给它改到这儿，看看，对吧？然后先不要急着画高光啊，这个时候来了。这个泡泡我们想给它画成一个七彩的，这个七彩里面的颜色呢，可以说有蓝的、有绿的、有黄的、有紫的、有粉的啊。但是尽量颜色呢能达到多少啊？我们可以来参考这个泡泡，我当时就是这么去画的啊。里面我是有粉色、蓝色、紫色和肤色这样去画的，这几个颜色配色就很好看啊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笔尖1/3处蘸水啊，不要太多。蘸出来的水分，因为是，可以沾一点点颜色，然后直接上甲面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要蘸太多水啊，就没有必要，就是说咱们揉一堆颜色在旁边了，因为用的很少，就画几个线条就完事儿了。来啊，在这个位置我们先笔尖画一点，不要超出外缘线啊，最好是能收在里面。这样干嘛？2笔啊，就2笔啊，你不要太多，因为我们想画七彩的话，你把它一个颜色上的太多了，它下一个颜色它就没法弄了啊。还有这个颜色，这个粉呀，都给我刚才不小心加上水了都。这样吧，再调一点点出来啊，加一点点红色。调一点，因为最近画郁金香比较多，这个颜色用的就比较多，可以一次性多调一点出来，然后加肤色调一点这个淡粉色刚刚好哈，我先直接用一下，直接调完的那个颜色你要在纸巾上稍微这么蘸一下啊，蘸一下再弄，然后可以说画在我看看，画在它旁边的位置。画在它旁边的位置上呢，可以说稍微覆盖住一部分，看嘛，这里啊，然后可以在它的上方有短一点的，你看这样的2个粉色的啊，这个可以画大一点。好，换颜色啊。这个时候尽可能的不要就是把两边这个时候直接圆起来啊，还有留白的地方呢，看到吗？因为我们还要加别的颜色，最后还要加高光呢，一下子就都圈死了，就没有别的地方了啊。蘸一点点紫色，
这个紫啊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可以给它圈起来了，可以看哪个地方空。你要画这儿的话，底下留白就比较大，所以说你可以画在这两个颜色的下方的位置，衔接尽可能自然一点，可以中间粗两边细啊，然后看看这个紫色来1笔，来2笔都行啊。2笔的话，这边的紫色就不能太多了，来一点点啊。就来一点点 ，OK， 洗一下笔，洗下笔之后再沾一点什么颜色呢？沾点这个青绿色吧，就5颜6色的啊，这种七彩的小泡泡。然后这个蓝色的话，可以画这个蓝绿色，可以画这儿，在这儿来一笔。让它最好是圆一点啊，这样圆过来。好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点缀一点高光，对吧？这个白色让它实一点哈。然后这个高光我们可以说点在这个位置或者这里啊，点在这儿也行。这个高光可以是这种三角形高光，就是底下这个位置稍微小一点点啊。这样的。然后这边来一点点，一个小小的点儿，然后在它对角的这个位置可以再来一个小高光啊。这个就不要画那么大了，就稍微来一个小小的，有一点点干，沾一点点水，去把那个瑕疵啊，就觉得刚才那个蓝色衔接的位置很奇怪的地方，正好给它盖一下，就它俩衔接就很自然。然后在旁边的位置上啊，戳一点点这个白色。吹点这种白色进去，这个就是一个小七彩的泡泡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说把它们两个衔接在一起，这个怎么画哈？就是也就是它旁边这个泡泡后面还有一个泡泡，就你在它的旁边，咱们画一个半圆，这样给它圆过来，圆过去，这样的。这样的一个形状，然后把笔洗干净啊，蘸2下纸巾。那肯定这个时候就得是这里偏白一点了，然后往上去走往上去洗这个颜色，然后洗到这儿的时候描一下，然后往下赶，这个颜色这样往下去赶。然后可以再来一点点粉色的，画在这儿。像它上面画线条的这种，就肯定就不能太透的颜色了
然后下面背面的这个颜色可以说，颜色就不要画那么多，再来一笔蓝色沾一点点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紫色，现在来一条，画在哪儿呢？画在这里吧。换白，白色小高光画这儿。行了，这就是这2种泡泡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再画一下第3种泡泡啊。第3种泡泡就是给它画一个2色或者3色的。2色的话，我们来一个这半边先来一个粉，先来一个粉色，然后来一点点啊，画在这儿吧。先来双色的啊，教一下大家。其实我们在画白色的时候，我教大家的方法是什么？右边半圆，左边再半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方法是一样的，粉色画半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洗一下笔，我们换另外一个颜色画另外一半圆啊。粉色画完之后，咱们可以选一个跟它配合的，选个什么颜色呢？可以是这个梅紫色哈，稍微来一点点，水分不要太多啊，水分太多吸走一点。基本是笔尖1/3处蘸水，然后揉几下颜料，这个颜色的浓淡就刚刚好。啊，左右各参半，然后把笔上的颜料吸走，洗干净笔。这样的话，一下蘸2下，好，笔上剩余的这个水分啊，揉一揉。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蘸的太狠了，或者一不小心蘸了3下，把笔当中的水分蘸走太多了，这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水分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到这个海绵片，不是咱们要借着一个海绵片去吸收水分嘛，到上面抹1下就行啊。这个笔它就比较，我刚才洗的比较随意，它就有点像散毛的那个状态一样，再重新蘸一下水，再重新吸一下就好了。小心的是描着边缘，然后2个颜色不要怕它混色啊。咱们画双色泡泡、3色泡泡，要的就是它有一点点混合之后的效果，看到吗？这个在里面揉揉揉，好，看这个时候它就是双色泡泡了。然后边缘的位置一定不要说保留太粗啊，你要小心一点的话，你可以给它这样转着圈儿，给它赶一下，就边缘留一条细细的一个小边缘线就可以了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泡泡哈，它是双色的，这样的。然后我们也可以说是在这个旁边啊，咱们再来一个3色的。3色的话，咱来换一个色调啊，蓝紫色调吧。先取个紫的。有的时候我们取颜色的时候啊，其实能看出来，如果真的只是1/3的水分，取颜料的时候，你看它是这样的。如果说它这个上面有那个小水珠很明显的话，就证明你的水蘸的还是多了。哎呀，没地方了，好像小一点吧啊。来啊，你看1/3的话，它那个明显就比刚才那一半要小一点，对吧？稍微小一点哈。然后的话呢，再蘸一点蓝色，蓝色可以蘸这个啊，这个明显，你看这个就是水多了，看到吗？水多了之后，那你这个时候就把笔在纸巾上吸一下啊，吸一下之后，然后靠着现在这点水挪2下，就2下基本就可以了。挪2下之后，然后你看到我们再到这个上面来，你看这个颜色
还是很实的，对吧？再画一笔啊，两边差不多。这个时候再来第三个颜色，第三个颜色咱们来个这个吧。刚才是不是就这个？那就这个吧，眉粉哈。还有一个，然后洗一下笔啊，在纸巾上吸一下，吸2下。哎呀，不行！洗完笔之后，吸一下，吸2下啊，这样揉一点，这样它的笔尖是收拢的。像我一样这样戳1-2下的话，它那个笔毛是有点散开的。然后靠着笔尖这个位置啊，在它的3个颜色中间，我们这么转圈，先这样给它洗一遍。然后再来沾一点点水。然后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泡泡你看出来了对吧？3种啊，有点发粉，这个粉色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啊。这种3种颜色，你想要跳跃性一点的，咱们还可以把它变成绿的。但是说往里补救，如果是这个颜色，我感觉好像，现在补救来得及吗？也来得及啊。这个颜色你可以直接加就行，这边加一笔。然后把笔涮一下啊，吸一下，吸2下，然后再给它打开，照样可以，对吧？然后你像这种颜色啊，它就明显就是说没有上面的这样白色泡泡打底看起来明显。那一般情况下，我在做这种泡泡的时候，我都会里面再加一点点珠光啊，让它亮亮的。比如说你可以加点蓝色珠光，就这种透明的，这边颜色就太重了啊，有一点就可以加那种透明的，透明偏光不会影响泡泡本身的颜色，然后是让它有点发光效果的。你像这个你就可以加在这儿啊，不用都给它画一圈啊，画一半大概是，然后把笔上的水分吸一下，吸2下，画一半之后，然后把它旁边这个位置我们给它打开，变成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看啊，来，我洗一下笔，再交这半边，我们再换一个这个粉色珠光，换这个啊，揉一点点出来，哎，可以了，揉一点出来，咱们这回加这边，抹一点在上面，抹大概1半的一个位置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时候看笔的状态，如果笔比较干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直接往外上打一点，但是你打一下的话，很容易把旁边这个位置就是都带入了，所以还是洗一下笔啊，洗一下之后蘸一下，蘸2下，然后把这个珠光色打散啊，就是让它变成有点渐变的效果，看到吗？就一侧有珠光，然后另外这边稍微慢慢过渡过来就没有了。那这样的一个现象，它就是变成这种人鱼一样的这种七彩的泡泡了。对吧？然后我们再到上面来点缀一个什么高光，对吧？再画高光。这个高光可以画在跟那个珠光正好对应的方向上，然后这个小高光的点可以画在下面也是行的。这样的。这个本身不明显，我要想让它跟上面那俩呼应一下的话，就这小高光咱们得点的明显点啊。
是不是就明显点了，就能跟上面呼应上了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整体泡泡的一个做法啊。目前为止啊是这样的几种啊，以后要是再有新的做法，我们还会再给大家再操作啊。哎，搓一下两边的位置啊，把这个保存起来，给它两边磨一磨，然后扫一下这个浮灰。滴胶，滴胶包一下，包边，照灯。好，照好灯以后封层。OK，那这节课就到这里了啊。